一夜之间，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了一个个金属球，每一个都重达数十吨。可就在人们想深入探查时，金属球却直接发出耀眼白光，白光将地球笼罩，一瞬间电力设备和通信设备直接瘫痪，紧接着80%的人类直接毙命。而生物学家老登和妻子却因为躲在电梯里逃过一劫。看着窗外横七竖八的尸体，老登和妻子非常害怕，决定去附近的军事基地找儿子。可当老两口赶到时，这里也是一片尸横遍野的景象。看得老登毛骨悚然，心中不由得更加担心儿子。这时，一旁的门后传来敲击声，以为是儿子，老登直接把门打开，可没想到里面竟是一个机械怪物。老登被吓得不断后退，却不料又被地上的尸体绊倒，而怪物则直接逼近，然后骑到了老登身上。紧接着，怪物头的位置伸出了一根钢针，想不到在白光杀死大部分人类后，对方还派出了这种怪物来清除嫌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好老登妻子拿枪干掉了怪物，而就在老登惊魂未定时，远处的房间传来了求救声，老两口赶紧走过去，竟还有一个幸存者，他是老登儿子的同事。同事告诉两人，怪物其实是一种外星入侵，他们儿子也被怪物杀死了。老两口悲痛万分，妻子求老登一定要为儿子报仇。老登于是开始研究刚刚的怪物，通过敲击，老登发现怪物体内好像是空的，于是他便大着胆子用螺丝刀打开了怪物盖门。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，里面竟是一团有机组织，而用螺丝刀戳其中一个区域，怪物的腿竟动了起来。随即老登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些怪物没有自主意识，似乎是受什么操控，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机械。那么如果植入病毒，是否能让其瘫痪呢？老登赶紧和妻子返回自己的实验室，顺便还带上了怪物残骸，却因此差点被其他幸存者误以为是怪物的同伙，然后击毙。而在解释清楚后，幸存者们决定加入老登，一起对抗外星怪物。老登将怪物残骸放在地上，所有人都很害怕。可幸存者中的女孩艾米却和他们不同，她不仅不害怕，反而觉得怪物很熟悉，就像是某个亲人。而当她抚摸怪物机械身躯时，还能感受到怪物死前的痛苦。随即艾米就悲痛地离开了。老登很诧异，这时艾米的母亲告诉他，艾米本来双目失明，结果在外星入侵后，她就莫名好了起来，还偶尔能听到一些常人听不到的声音。而与此同时，正在悲痛的艾米发现前方有一个怪物，但对方并没有攻击，而像是在给她戴蒙。艾米赶紧跟了上去，同伴小黑发现了艾米的这一行为，赶紧跟了上去，他想阻止艾米，但艾米却执意前往，还说他感应到怪物需要自己的帮助。小黑闻言只好陪着艾米前往，两人跟着怪物来到一座桥上，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桥下的河里竟有一艘外星飞船，但入口是打开的，像是在等待艾米进去。艾米为了找出真相，于是告别小黑，独自进入了飞船内部，穿过漆黑的通道，他进入了一间密室，这里摆放着许多人类婴儿，但看样子像是被保护了起来。艾米继续往里面走，这里是一个救生舱，艾米壮着胆子来到救生舱前，他终于看清了操控怪物的外星人样貌，竟和人类毫无差别，只不过对方无比虚弱，身上还套着管子，像是得了大病。这时外星人伸出手，像是想握住艾米，艾米于是把手伸了过去，一瞬间艾米就看到了另一片景色。